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七殿下这個病是打小就有的，都這麼多年了，你也應該有這個心理準備。再說他這不是好好的嗎？不過就是臉色白了點，兩條腿沒力氣，人也有些半死不活的，其他的都挺好。走吧。我也是好心，咱們現在結一份善緣，將來等你到了那一天，也好多一個人給你哭靈。去吧。喲，殿下這是怎麼了？這不是天氣一天比一天涼了嗎？殿下這個身體啊，也是一天比一天更虛弱了。不瞞姑姑，要不是父皇叫我們進宮，七殿下這會兒還臥榻不起呢，根本起不來。前幾日皇後娘娘還念叨，說不知道殿下身子好不好，沒想到。沒事，華兒這個病本來就是反反复复的，這會兒快入冬了，每年入冬之前她都不太好，沒事的，挺挺就過去了。七殿下怕風寒，不如將殿門關起來吧。兒子沒事。娘娘放心，殿下沒事兒。一會兒喝點兒。喝點就喝點。本王這個身子，也不知道能不能熬得過這個冬天。你要是死了，我可怎麼活啊？我不想年紀輕輕就守寡啊！傳下去，七殿下不太好了。傳下去，殿下今晚就要不行了。什麼？七皇子死在長秋宮了？什麼？超度的法師已經在來的路上了？什麼？七皇子明日出殯？什麼？瑾妃伤心过度也不行了？朕跟你喝酒，你老愁朕的妃子幹什麼？這孩子，你總愁本宮作甚？瑾妃娘娘好看，我可太喜歡看瑾妃娘娘了。跟瑾妃長得差不多的，可就在你身邊坐着呢，你何必捨近求遠？她不行，她不讓我看。重華，你為何不讓斑斑看？你可是覺得斑斑不好？重華，本宮沒想到你竟是這樣的人。雖然你是皇子，雖然你是東福國長得最好看的一位皇子，但是你也不能因為自己長得好看，你就瞧不上人家斑斑。重華，睜開你的眼睛，好好看看。人人都說岳家嫡長女名動天下，但是在本宮看來，斑斑才是岳家最好的姑娘，長得好，心長也好。所以重華，你到底是怎麼想的？有這樣的王妃日日陪伴身側，竟還不滿意？難不成你真想孤獨一輩子？真想當什麼老鼠子的神仙？哼，本宮不管外界如何說你，是神也好，是仙也罷，本宮只知道你是我兒子，本宮希望你這一生平平安安的，有個貼心的人陪伴，恩恩愛愛，和和美美，聽明白了嗎？聽明白了。本王什麼時候不讓你看了？我讓你脫褲子的時候，疼。幹什麼呢？你倆鼓鼓秋秋的，喝酒喝酒，別扯那些沒用的。老公公跟兒媳婦喝酒，這叫什麼事兒啊？老七這個病，你怎麼看？我看不了，我不給他看。不是讓你看病，是讓你談談感想。感想啊，我這麼跟你說吧，她這個樣子，在我們鄉下叫病嬌美人，我覺得挺好。人這玩意兒活着就行唄，管他是不是有病，還能喘氣兒，咱們就該知足。你說的沒錯，兒孫自有兒孫福。沒有兒孫我享福。通透啊，你這個境界比朕高啊！來來，走一個。這簡直沒眼看了。不過沒有兒孫我享福是幾個意思？本宮讓你住到離王府，
你後來為何又回來了？奴婢这不是被全公公给趕回來的嗎？我家殿下身子弱，不禁折騰。我听人議論說華兒她不行。不行，他怎麼能不行呢？本宮還等着抱孫子呢，他憑什麼不行？華兒你怎麼就不行了？你是不是想讓本宮無後？你不心疼你親娘，總該心疼你養母吧？你總不能生你的養你的，一個你都不放在心上。我們的命怎麼這麼苦啊？听說你把貴妃身邊的陪嫁嬤嬤給收拾了，咋的？你心疼啦？朕心疼她幹什麼？一個婆子。貴妃，我說的是葉貴妃。那打狗不還得看主人嗎？主人也不心疼。那你問我幹啥？就純好奇。那要不下次我在忽悠他的时候，你過去看看。行啊，啥時候？等有機會的吧。成，那朕等着，最好是在宮裡。朕出去一趟特費勁，那麼多人盯着呢。你要是在宮外表演，朕可能就看不到了。是不是？我就說吧，當皇上有什麼好的？对，誰愛當誰當去，朕真是夠的了。來，都在酒裡。重華，你管管吧，本宮看這架勢，再喝2杯就要拜把子了。到時候這個輩分可怎麼論啊？各論各的。重華，你跟我叫爹，我跟你叫妹夫。你可千萬不能治好，你治好了我就不能在離王府好好苟着了。我不能上輩子不安穩，這輩子還不安穩。我不能上輩子沒家，這輩子還沒家。江重華，我說3個月能讓你吃上葡萄，就一定能讓你吃上葡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能讓離王府變得很好的。畢竟只有離王府好了，我苟起來才能更安逸一些。我既然來了，也不打算走了。既然不打算離開這個地方，就得盡可能讓自己活得更舒服。你說對不對，江重華？你說對不對？快回吧，再不回，外頭再進來人，本宮就要賣票了。去找一只大碾，讓斑斑和重華一起做。是。你照顧着點斑斑，她年紀小，又是你父皇灌她酒的，回去你可不能說她。江重華，你可得聽我的話啊！你可一定要聽我的話。既然他們都不是好人，就不要搭理他們了。反正你都嫁到了離王府，以後就當不認識，咱們自己過自己的日子。什麼安远侯，什麼月什麼武，都不要去理會了。那不行，任何事都可以擺爛，唯有折騰岳父，我必須得上進。要不然前16年的罪豈不是白遭了？我母親豈不是白死了？你說的有道理。瑾妃娘娘說她跟我母親是舊識，還說很有緣分，我們能成為一家人。江重華，其實跟你成為一家人也挺好。畢竟你長得這麼好看，每天光是看到都會很開心。可惜了，可惜病了快20年，不太好用了。好不好用的，你試一試不就知道了。我为医者，我當然知道。不過你若真想好用，也不是不行。你求我，我就給你治。我是不是很好看？前世今生，你是我見過的最好看的人，除了瑾妃。那有本事你一輩子也別給我治。怎麼可能一輩子不治？早晚都是要把你給治好的。江重華，那天我去葉府的生辰宴，有人給我100萬兩，讓我離開你，我拒絕了。哦，為何？因為我自己會賺錢啊，我自己也可以賺銀子，我為什麼要他們的錢？就不因為點別的？還因為我要是離開了離王府，可能就要回到岳家。雖然我對收拾那些人躍躍欲試，但還是不太想跟他們日日生活在一起。我在離王府混吃等死挺好的，我不想再換個地方苟，累。
我賺了好多銀子，我可以養你。好，你養我。都退下吧。咱們把王妃先抬到榻上去吧。不必。是不是今日王妃又做了錯事，說了錯話？殿下您千万不要生气。我家小姐以前在乡下不這樣的，最近也不知道是中了什麼邪，可能就是初回京城水土不服，过陣子就好了。她以前在鄉下是什麼樣的？以前在鄉下誰都能欺負她。王妃其實挺好的。出去。皇上喝多了，可明早的奏折還沒有着落呢。有沒有着落的，與本王何干？本王又不上朝。殿下，殿下別說氣話，該幫的還是得幫皇上一把，要不然多丟人啊！如今殿下都能抱起來一個人了，可見是大好了。殿下病好是皇上最高興的事，恭喜殿下了。快扶本王一把，本王要站不住了，快！你昨天夜裡說夢話了。我說什麼了？你說脫褲子。我說這話了，你聽見沒有？病危。但是老奴聽見了，聽得清清楚楚。那一嗓子喊的，不知道的还以為你遇着流氓了呢。合着不是你遇着流氓，是流氓遇着了你。岳斑斑啊，岳斑斑，这可是谪仙一般的人物。那谪仙家裡有银子吗？咱們今天得解決一下银子的事儿。畢竟以後我会有更多的银子送進府來。如果账目不對，我肯定不幹。你去把账本拿來給我看看吧。府上少了許多人，我覺得飲食起居都受到了影響，確實不太方便。比如說大廚房那頭少了個燒菜的廚子，後院少了挑水的和砍柴的，前院少了掃地的小厮，就連門房也缺了2個人。偌大的離王府，一下子少了這麼多人，怎麼行呢？那要不再添些新人進來？有錢也不是這麼花的，咱們府上不養閒人，既然都是拿俸祿的，那就讓剩下的那些人分擔一下。比如說那些暗衛們，完全可以把這些崗位給頂上，你說是不是？王妃說的極是。實在是沒有辦法，現如今府裡這個情況你也看到了，若不是實在沒有人用，我殺雞也不能用你。你也不要有什麼想法，工作嘛，沒有貴賤之分，我一向一視同仁。在我眼裡，你們做暗衛的跟府門口做門房的那都是一樣的，桌子角那裡沒擦乾淨，一會兒洗個乾淨點的抹布再擦一遍。只會做一項工作的員工不是好員工，同理，只會蹲牆角趴屋頂的暗衛他也不是好暗衛。一個人至少得一專多能，如此才能適應不斷變換的工作環境。離王府對於你們來說就屬於用人單位，不要以為你到了府裡就只做一項工作，那別的崗位缺人了，你不頂上就會有其他人頂上，這一來二去的，你的價值不就被別人碾壓了嗎？同樣開一份工錢，人家幹2件事兒，你就幹1件事兒，那你說我們還怎麼用你？咱們先說好，看是看，但看之前你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。畢竟你這個人脾氣不是很好，我實在是怕你看完之後直接罵娘。沒事沒事，我怎麼能罵娘呢？要罵也是罵爹。混蛋！把账房那布扇子给我叫来，爹今儿非打死他不可！离譜补品吃出，他們說你生吞人類的胎盤。帳房那邊也不知道是誰的人，老奴試圖換過人，但是沒成功。那時候殿下的身體一直不好，每天擔心的最多的就是殿下能不能活到明日，誰還有心思去管那些事兒啊？王妃看看怎麼辦吧，這賬肯定是假賬沒錯了，但真賬本在哪裡，老奴也不知道。賬上的大先生還在蛙跳呢，我剛刚路過時看了一眼，臉通紅，跟要爆炸了似的。如果殿下和王妃努力把他給累死，那可能賬房就隨便咱們翻了。賬房是離王府的賬房，不是一個下人的賬房，不能把賬房當家，所以不管他死不死，咱們都可以去賬房翻一翻。这屬於被人偷家了。那王妃以為我們應該怎麼做才對？
欠的外債，有七殿下亲自按手印的欠条吗？没有。没有算什么外債？你们这里欠钱都不用人亲自画押的？是以王府的名义外借的，具体怎么弄的我也不清楚。王妃，请一定记得，我是个太监，我只是个太监，我没上过学，没念过书，那些事儿我不懂啊。今日预計能淘汰多少人？還能再淘汰3、4個吧。有幾名侍衛確實是體能不錯，一直在堅持。把那賬房給我留着，真正的賬本可能不在府裡，指不定被送到什麼地方去了。咱們得把賬本找回來。離王府的錢財不能稀里糊塗的沒，什麼人從中獲了利，什麼人中飽私囊，咱們都得查清楚。至於丟失的銀兩，能找補就找補回來，不能的話，我就再想想辦法。別索我命，別索我命！我不是來索命的，我是來找你要銀子的。你想幹什麼？看不出來嗎？我要逃跑。逃跑是什麼意思？就是要離開離王府。哎，這個家實在是沒法待了，欠債太多，我怕還不上再把我給賣了，那我多推得慌啊！我是這麼想的，趁現在我還沒有陷得太深，我得趕緊跑，晚了怕是來不及了。但我手裡娘娘們給的那些都讓德全給沒收了，我就想你能不能支點銀子給我？你能認清楚這一點，說明你是個聰明的人。這離王府確實不是人待的地方，早跑早超生，再待下去真容易把自己搭理。要不是我的神器在主子手裡握着，我早就跑了。你也想跑？不能吧？你對七殿下那麼好，你怎麼可能想跑呢？我對七殿下好嗎？好啊。從前府裡買了那麼多名貴藥材給七殿下治病，都是從你這裡支的銀子。而且我看過賬本，也問過府裡的一些人，並不是有什麼人做主去買那些東西的，多半都是由你主張。可見這府裡真正關心七殿下的人就只有你了。我把這件事跟七殿下說了，七殿下很感動。啊，是，咱們來府上做事的，自然一切都得為主子着想。要不是因為七殿下這個病，府裡也不能欠那麼多外債。能不能教教我，在沒有主子按手印的前提下，外債是怎麼欠下的？你問這個幹什麼？我這不是為了多學門手藝，出去之後好謀生嘛。你也知道我的情況，娘家是指望不上的，我得自謀生路。主子的手印沒什麼用，主要是府裡的金璽，有了那個就作數。哦，原來七殿下的金璽在你這兒呢。其實原本也不在，後來七殿下一次次病危，府裡亂着呢，沒有人管，就到我手裡了。高明啊！不過你買的那些可真都是好東西，我全看見了，我還順出來一些。這些都是什麼？你從哪裡弄到手的？七殿下的私人庫房裡。其實這些東西啊，有一部分是七殿下沒捨得用，還有一部分是府裡下人不想給他用，都偷偷藏着呢。我趁夜偷了出來。先生真是個大好人，你放心，我就算跑了也不會忘了你。這些事我都寫成了書信，送進了宮裡，分別給了皇後娘娘、瑾妃娘娘還有貴妃娘娘。他們對七殿下都很好，特別是貴妃娘娘，上次見到我都哭了。她要是知道你對七殿下這麼好，買了這麼多好東西給七殿下，她一定會很高興的，一定會獎賞你的。王妃為何說這些都是我買的？又為何要寫信告訴宮裡的娘娘？我都問過全公公了，這些年七殿下病着，他沒工夫管府裡，賬面上的事兒一直都是你負責的，連來瞧病的大夫下了藥方也是你那邊出銀子，再派人去買藥。全公公不識字，也不知道藥方上都開了些什麼。不過好在賬本裡都寫着了，現在你面前的這些東西無一例外全都在冊。至於為何要告訴宮裡的娘娘，我方才說了，是為了替你討獎賞。怎麼樣，是不是很感動？不謝謝我嗎？你真的給貴妃娘娘送信了？已經送進宮裡去了？對，讓一名暗衛悄悄去送的，且確認貴妃娘娘已經收到了。
不用太感动，我這個人就是喜歡幫助別人，助人為樂是一種優良的品德，我會一直保持下去的。行了，說了這麼多，快點給我拿錢吧，我還得跑路呢。這些東西我得收起來，出去能賣個好價錢。這5000年的人參，10000年的靈芝，當初的採購價我都記着呢，絕對不可以比那個價錢低。多謝先生把價錢寫得清清楚楚，要不然我還容易被人騙呢。哎，要不你把那些賬本也送給我吧，我照着賬本賣，絕對不能虧。既然带来了，就別拿回去了。叫的真是太难听了，重来重来。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，你叫的跟花楼姑娘似的，恶不惡心啊？重來！你跟誰呀呢？問誰啊？好好叫。王妃，我知道錯了，咱們有事說事，把這一項過了吧。既然在質量上達不了標，那就力爭在數量上達標吧。上上下下一共給我調50次，滿了50次，咱們這項就算過了。如果連掃地這等小事都做不到，離王府要你何用？你怎麼知道我給貴妃娘娘的賬也是假的？這種把戲我見的實在是太多了。說說吧，離王府那些銀子你都給倒騰哪兒去了？你要是不說，我就把你送到葉貴妃那裡去。貴妃娘娘處置人的手段，不用我說，你應該也明白。只要王妃能放過我，讓我幹什麼都行。你做多少假賬跟我都沒有關係。只要能把那些搬空的銀子債還回來，那我立刻就可以放你走人。還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？殿下饒了我吧，我知道錯了。不是本王不幫你，而是如今府裡有王妃做主，本王說的不算。欠下的那些外債是怎麼欠的？比如說岳府，當初真的給銀子了？給了的，我們以七殿下買藥錢不夠為由頭，找岳府借銀子。當時用的理由是七殿下是被岳家的孩子克病的，岳家不能不管。其他府裡也是這個理由？差不多吧，只有葉府不是，葉府沒給銀子，那是筆空賬，就是為了給離王府加碼的。三個選擇，一個是把它交給官府，一個是把它交給貴妃，還有一個就是留下來交給我。留下來，我選擇留下來。留下來也行，那就留下來去給我平賬吧。我不管那些外債主是不是真的拿了銀子，我不看過程，只看結果。你只要把那些外債給我平了，我甚至可以不向你追討銀子的去處。不過這件事情是有期限的，一份外債給你1天時間，累計8天。你要是完不成，8天之後我就把你交給貴妃娘娘。七殿下，幫幫我！王妃，她年紀也不小了，要不這次算了。你說什麼？你再給我說一遍！江崇華，你良心是不是餵了狗？我好心好意替你出氣，好心好意找你丟失的銀子，你現在替他求情，真是煩了你了！你把嘴給我閉上！別掙扎了，你是幹不過王妃的。咱們王妃是有大智慧的人，我二人都心甘情願甘拜下風，你也是早晚的事兒。作為曾經的同伴，我勸你一句，早低頭早享受，不要再做無謂的掙扎。王妃這個人還是很講理的，只要你認輸，她就不吃人。別失落，都是暫時的。8天之後，你就可以從這裡出去，到貴妃娘娘身邊享福去了。還是可圈可點的，求情的時候能做到真誠，生氣的時候能看出來忍無可忍，特別是最後暈的那一下，跟真事兒似的。撕破臉了也好，得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是瞎子，更不是傻子。從前只是沒有精力顧及那些，現如今府裡有王妃了，那賬面上的事兒可不能再馬虎。就是可惜了以前那些銀子都被搬空了，想討回來是不可能的。為什麼不可能？這還用問為什麼？那被拿走的銀子還能再還回來？能啊，憑什麼不能？我的銀子被人偷走了，我一不報警，二不追討，怎麼？我看起來像個那個大冤種嗎？
虽然偷東西只是我家建设之前的事了，人家都是坐吃山空，我瞧山都没有了，我吃什么？我坐哪儿？别的事情有钱都可以含糊，钱的事儿绝对不可以。其实我还有些银子，不会亏着你。那也不行，你还有是你还有的，以前丢的是以前丢的。再说我们还背着债呢，欠一屁股饥荒，你有多少够还钱的？不过那些钱我是不会还的，那些外债一笔我也不认，特别是叶家、吃空饷，他们是不是觉得你是傻子？这叶家的烂摊子，再加上王府的開銷，就算金山銀山也得被掏空。別以為我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，一個兩個的跑的倒是快。合着那賬房先生作亂的事兒跟他們一點關係沒有是吧？那兩個婆子也是葉貴妃身邊的人，他們原本是一樣的。至於德全，哼，身為離王府總管太監，連家都沒看住，他好意思嗎？你藏私房錢？沒有，沒藏。那你剛剛說你還有銀子擱哪兒呢？有多少？不是現銀，是五哥在外面有些生意，算了我一份，每年有些紅利。因為府裡雜人過多，所以我一直都沒提取出來。五哥是誰？五哥是皇後的兒子，我們從小一起長大，我養在皇後娘娘身邊，多數時候都是五哥在照顧我，連去國子學都是五哥帶着我一起去，出來進去的是他背着我。聽起來倒是個不錯的人。那行吧，那回頭你把那些銀子整理個賬目給我，等我料理好賬面的事兒，就把那些錢挪回來。錢這種東西還是放在自己手裡比較放心。好，家裡的事你做主。困不困？你昨晚只睡了1個時辰，再眯一會兒吧。不行，錢的事情不能大意，一天不解決我就一天睡不好覺。家裡都沒錢了，大早上的還吃葷的，就不知道省點嗎？粥裡放這麼大米，你們好意思嗎？那要不明兒少點放幾把米，再撤2道葷菜？不必。為什麼不必？咱們家真沒錢了。雖然我之前是賺了不少銀子，也從宮裡收了不少銀子，但那可都是我一個人的東西，你們不能打我的主意。先前是誰說要養我來着？說過嗎？好像是說過。那行吧，誰讓你柔弱不能自理呢？但是我只養你一人，其他人我是不會管的。好，能養我就行。晚上不用等我吃飯，我可能不回來了。這是要去哪兒？我進宮一趟。上次跟父皇母後吃飯，沒顧得上去蘭台宮跟貴妃娘娘打聲招呼。我覺得時隔多日不見，她應該要想我了。你確定貴妃會想你？確定啊。上次見着我，她都哭了，可見是多麼的喜歡我。也是，我長得討人喜歡，又是不爭不搶的性子，她喜歡我也正常。真要進宮？真要進宮。去換個口味也行，記得進了宮先讓人去長秋宮送個信，母後會給你準備晚膳，或者你也可以去錦繡宮吃。母妃那裡的飯菜雖然清淡了些，但是味道還不錯。我要在蘭台宮吃。我是去看貴妃娘娘。可是蘭台宮不會留你吃飯。她留不留我是她的度量，能不能讓她留我，那是我的本事。來，不管在哪用膳，都去長秋宮送個信，讓母後那邊的稱花跟着往蘭台宮走一趟。看好了王妃，千萬別讓她在蘭台宮受了委屈。也不要留太久，用過了晚膳就回來。馬上入冬了，宮門下宵很早。是我沒說清楚嗎？我的意思是，今晚都不要等我了，我不回來吃飯，也不回來睡覺，我就留在蘭台宮陪貴妃娘娘。你說你要幹什麼？我說今晚我要住在蘭台宮。你有病吧？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？那可是蘭台宮，是貴妃娘娘的寢宮。你跟人家熟嗎？你就去人家那兒連吃帶睡的。熟啊，怎麼不熟？上次不是見過了。這事兒絕對不行。我決定的事是誰都改變不了的，何況這件事情關乎我們家丟失的錢。我這個人就這樣，什麼事情都可以馬虎，唯獨在錢上絕對不能馬虎。我不進宮一趟，葉貴妃她就不知道我文武雙全。殿下不攔着點嗎？讓他去吧。跟上去。
一定要護着王妃全身而退。回皇后，离王妃已经进宫了。离王妃不是奔着长秋宫来的，是要去兰台宫。把人给本宫看好了，可别让叶梦舒下个套给套里去。那叶梦舒从来都是明的不来，来暗的。斑斑那孩子一瞅就没有什么心眼儿，跟皇上一个样。你可得把人给我看住了。春花姑姑这是叛变了。那是皇后娘娘的陪嫁丫鬟，谁能策反得了她呀？人家站在那里，十有八九是在等着咱们的。唉，你瞅瞅，进个宫多少人跟着你操心。上次我不是说过吗？咱们一家人用不着这样客气。斑斑能来看本宫，本宫真的非常高興。是给本宫带的礼物吗？快拿上来给本宫看看。斑斑啊，本宫不在意这些虚物，你只要来了，心意就到了。本宫好久没有吃到外面的东西了，正馋这一口。只有我们斑斑能把民间的食物带到本宫面前来，本宫實在是太感動了。我已經好多年沒有吃過宮外的包子了。還愣着幹嘛？趕緊把這包子拿去熱一熱，娘娘等着吃呢。快去熱一下，本宮是想嘗嘗。不知斑斑今日進宮是為何而來？是剛從長秋宮過來嗎？我沒去長秋宮，是直接奔着蘭台宮來的。我今日就是特地來看貴妃娘娘的。特地來看本宮？對啊，貴妃娘娘第一次見到我就哭了，這事兒我一直記着。我知道貴妃娘娘一定很喜歡我，但是前兒我進宮卻沒能來拜見您，心裡總是惦記，也怕娘娘想我，所以今兒就特意來一趟。娘娘是想了，本宮很想念斑斑，所以我就來看娘娘啦。我很善解人意吧？我一定會一碗水端平的，對皇後娘娘好的同時，也會對貴妃娘娘好，一定對得起娘娘待我的一片真心。娘娘，吃吧。黎王妃，你怎麼可以用手拿包子？不然呢？讓我用嘴叼着餵給娘娘吃嗎？沒想到娘娘還有這樣的嗜好。本宮沒有。再嘗嘗外面的糖。碎茶葉晚上用來泡腳，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調節新陳代謝，有舒筋活絡的功效。特別是還能除腳臭，娘娘一定要試試。咱們確實有緣，這個送給你。葉府生辰宴那日，我帶了一些好東西去，就是這種花果茶。有養顏美膚、祛斑去的功效。如今這東西，半個京城的夫人小姐們都在喝。你看，別人小朋友有的，你也有。聽說是10兩銀子一包，你先給本宮來500兩銀子的，喝完了本宮再跟你買。10兩一包的是簡配版。外頭那些夫人小姐喝喝還挺好的，娘娘您怎麼能跟他們喝一樣的？跌份兒。我這裡有高配版，跟我給皇後娘娘的是一樣的。貴妃娘娘就是要喝，也得跟皇後娘娘喝一樣的才行。本宮是應該喝好的，就是這好的有點貴啊。銀子的事情不用考慮。高配版的100兩一包，用量也是1天1包。沒關係沒關係，喝不起也沒事兒，咱們還喝低配版的。貴妃娘娘放心，您沒錢喝不起跟皇後娘娘一樣的花果茶這個事兒，我是絕對不會說出去的，不會讓京城那些夫人小姐們都笑話您的，我一定會保密的。你賣給皇後也是這個價？那肯定不是，皇後娘娘把七殿下養大不容易，這個錢抵的是多年來的養育之恩，但是娘娘您沒有啊，沒東西可以抵啊，我總不可能打這些家伙的主意。娘娘也別着急上火，雖然低配版的不如高配版的好，但您輸給皇後娘娘也沒什麼，
畢竟那是中宫嘛，很正常的。去拿银子，先拿1年的。本宫有钱。娘娘确實有錢。高配版的除了跟低配版有一樣的功效之外，還有一個獨特的作用，就是減肥。女人不怕胖，但咱們胖到正地方。那肉要是長在胸上叫性感，長在肚子上就叫囊囊踹。看過肉摊子上的肥油嗎？囊囊踹就是那玩意兒。皇上能喜歡那玩意兒嗎？斑斑，你看啊，這東西能不能以後不賣給別人了？娘娘這是要買斷它的使用權，可以嗎？可是我已經給皇後娘娘一些了。以後可以不給她吗？她畢竟是皇后，還是七殿下的養母，本宫給你银子100萬兩，200萬兩。無論是高配還是低配版的，我將來都打算拿出去賣錢的。畢竟我們離王府很窮，七殿下常年吃藥，還有那麼多僕人要養。我一個小姑娘原本不應該拋頭露面出來賺錢的，但是沒有辦法，誰讓我攤上這麼個家。皇上和皇後娘娘雖說也疼戚繞也，但每位皇子的俸祿都是差不多的，他們也不能太偏疼他，那樣會被人說閒話的。所以我不得不把這點手藝拿出來賺錢。我也很可憐的。我理解，崇華那孩子吃了這麼多年的藥，離王府還能剩下什麼啊？這樣吧，就當是本宮給你的一個賞。你說吧，你要多少，本宮就給你多少。只是斑斑，這個東西說好了不再往外賣，那就真的不能再賣了，知道嗎？本宮喜歡誠實的孩子，你可不能學會說謊。顧客至上，誠信第一，一言九鼎，童叟無欺。那我要1000萬兩。這話是怎麼說呢？因為高配版的花果茶裡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功效我沒說。什麼功效？延庚。什么？延什么？就是延长您的青春，甚至可令已走向衰老的女性重新恢復生機。那個您曾經擁有過1月1次，但是又很快就會失去的東西，也會多留至少10年。要喝多久會有回轉？半年還是1年？1個月就可以有效果。這個月喝，下個月就來，但是不能斷，得一直喝，平時就當水喝，反正也沒有什麼壞處，喝得越多越好唄。意思就是說，本宮給你1000萬兩白銀，然後再按每天100兩的價錢買你的花果茶，一直喝着，就可以至少保我10年青春。娘娘誤會了，1000萬兩是沒錯，但不是白銀，是黃金。能不能少一點？娘娘，我不強買啊，你要是覺得有難處，您就不買，沒關係的。正好我也愁沒辦法跟皇後娘娘那邊交代呢，畢竟我牛皮都吹出去了，再不給她，我怕她生氣。娘娘，要不就算了，您別買斷了，就按天喝唄，啥也不耽誤。不，我給。你給本宮3天時間，3天之後一定把銀票送到你府上。那就讓娘娘破費了。娘娘放心，以後裝花果茶的時候，每包我都給娘娘多放些，喝得濃一點，效果會更好。餓了沒？不着急回去吧。這也到晚膳的時辰了，你就留在蘭台宮陪本宮一起用個晚膳吧。好呀好呀，謝謝娘娘。25歲之前是第1階段，不管成沒成婚，都處於少女期。少女期的女人，無論內裡還是外在，都是人生當中最好的狀態。25歲到45歲是人生的第2階段。在這個階段中，雖然不如25歲之前的青春洋溢，但也有一種成熟的美，就像青澀的果子成橙子，都會有讓人多看幾眼，甚至想要摘取的衝動。等到了45歲，就是人生的第3階段。在第3階段，女人慢慢變成老人，皮膚失去彈性和光澤，新陳代謝開始變得緩慢，內臟器官也開始逐漸衰竭。很多年輕時候不當回事的小病病，到了第3階段都開始逐漸放大。王妃，咱們該回了，宮門快下藥了。我跟貴妃娘娘如此投緣，話還沒嘮夠呢，你總催什麼催？是啊，斑斑好不容易來蘭台宮一趟，可得多與本宮說說話。你們放心，就算宮門下了藥，本宮也會派人送她回去的。斑斑這些年在老家真沒白待，懂得這麼多，還能配出這麼好的花果茶，真是叫人羨慕。果然，優秀的孩子不管到哪裡都是優秀的。是啊，我父親也是這樣說的。聽聞這2天安遠侯在家中的日子很不好過，安遠侯府的大夫人發了很大的脾氣，就因為安遠侯偷偷教導你這件事情，再加上在葉府的生辰宴上岳家大小姐丟盡臉面，這讓那位大夫人十分氣惱。唉，可是怎麼辦呢？
他怎么可能真的把我扔到乡下什么都不管？贵妃娘娘，您说是吧？是，斑斑说的对，为人父者，这些都是他应该做的。你这配花果茶的手艺也是在老家那边学的，这裡面的东西不知道京城这邊好不好買？是要到外面去買的，買回来之後再用獨特的方法晾乾，這些我都做得很隱蔽，就是為了防止有人打聽我的秘方。不過其實就算知道我都進了什麼貨也沒關係，因為配比沒人知道，哪怕買到的人把花果茶交給大夫去驗方也是驗不出來的，因為裡面有些東西只有我才知道是什麼。你說的有道理，這麼重要的東西是得謹慎一些。斑斑，你以後要是有什麼需要幫忙的，儘管來跟本宮說，本宮一定會幫着你。好啊好啊，那以後我有事一定會記得來找貴妃娘娘。至於我這方子，確實是在老家那邊學的，我在那邊認識一位游醫，配這種茶很厲害。成滿分，海皮拉，往往愛一故事。月夜店，那这间月斑斑很有一些性呢，有這樣的情怪呢。也有眼望跟蘭台服從的小將我是眼望孫車人的皇長。今日午膳吃點什麼呀？本宮困得緊，不想用午膳了，給你點錢，你自己想吃什麼自己去買。御膳房還能點菜呢？本宮的意思是，你去宮外買着吃。外頭沒意思，一回家就一腦門子官司。離王府別的沒有，就是外債多。我看到那些外債就覺得頭疼。外債而已，還了就行了。一是娘娘您的金子還沒到位，現在我手頭沒錢；二是就算我有錢，那是我錢我婚後憑自己本事的賺的，我為什麼替他還錢？娘娘您能替皇上還以前欠別人的債嗎？那不成傻子了嗎？不還，那就對了，我也不想還，所以我想在娘娘這兒躲一躲。你還要躲幾天？躲到七殿下自己把錢還了。回去吧，葉家的錢不用還了，本宮替你求情。不能說不還就不還，那不是我的風格，怎麼着也得走個流程。是，這樣算我還了，對外也好成。哎，是有點不太好，要不算了，讓七殿下慢慢還吧，我就在蘭台宮住着，還能給你們講故事，多好啊！不要，本宮這就派人去叫葉家人進宮。你還懷着身子呢，跑這一趟幹什麼？為什麼不讓別人來？聽說是斑斑在這兒，我就進來看看。上次我跟斑斑一見如故，花果茶這2日我都在喝，真的是太好喝了。斑斑，你快看，我這皮膚是不是好多了？前幾日臉上都起痘了，這才2天功夫，痘就沒了。真的嗎？那你可得多喝幾盒。不是說就意思一下嗎？斑斑，銀票得還給葉家。可是當初葉府並沒有借給呂王府銀子啊，這欠條是打的空響。你是聽誰說的這話？我是聽我父親說的，他明確告訴我，呂王府並不欠葉府錢。現在我手裡這張欠條是為了做空呂王府，弄虛作假的。胡鬧！你父親何時跟你說來的第2天？貴妃娘娘，您別生氣，您就算生氣也別生我的氣，這事兒跟我真的沒有關係啊。那天我父親到離王府來跟我要債，我說離王府根本沒錢，就算有錢也得先可着葉府的還，還了外人的才能還自己人的。但是我父親說他着急用錢，他跟我說讓我幫幫他先把岳府的還了，他還說葉府當初給的就是個空響，根本一個子兒都沒出，欠條是賬房偷偷給葉府打的。就算是空響，那我把欠條還給你就行了，你也得把銀票還給我啊。這話說的，你拿都拿來了，怎麼好意思再要回去？東西都到我手了，那不是打你的臉嗎？你說是吧？是吧？是嗎？是什麼事？本宮怎麼知道是不是？誰給的問誰去。那是吧？那以後花果茶能不能永久的給我打8折？行吧，滿足你。姑姑叫個人去離王府一趟，再多給我取幾套衣裳來，我可能要在宮裡住一陣子。貴妃娘娘管吃管住就很好了，我不能再花娘娘的銀子，讓娘娘給我準備衣裳，住一陣子。七嫂，
你要在宫裡住下呀，還是住在蘭台宮？這可真是太好了。七嫂要是住在這裡，那我天天都進宮來。是七殿下的弟弟嗎？果真是一表人才，跟你哥哥長得還真像呢。弟弟快坐，今日能見到弟弟，我也很高興。雖不是第一次見嫂嫂，但卻是第一次面對面的跟嫂嫂說話，這是我一點心意，不成敬意，望嫂嫂收下。這就單純是一本書？它就是單純的一本書，這是我新寫的書，本來想進宮拿給母妃看的，正好七嫂在這兒，那就讓七嫂先看。那天在葉府的生辰宴上，七嫂技驚四眾，我都看見了，七嫂真棒。兰台童，叶貴妃這個兒子到底是什麼變的？他為什麼是這個性格的？反正就聽說八皇子愛好文學。八皇子確實不爭氣，但是也不知道為什麼葉家就是喜歡八皇子，即便他是塊爛泥，也硬要把他扶上牆。相比之下，同樣是貴妃娘娘親生的三皇子就沒有那麼得寵了。完了，三殿下，三殿下，老七的王妃。哼，听闻你巧舍如簧，惯会投机取巧。本王还想着哪天到離王府去會一會，沒想到今日在宮裡見着了。沒想到三殿下對我這麼了解，咱們見都沒見過，你就已經知道我巧舌如何，慣會投機取巧啦。可惜我對殿下卻是一無所知，關於三殿下的事兒，我是一句也沒聽說過。三殿下，您這知名度不太行啊。你說什麼？我說三殿下，你知名度不太行，吵什麼呀？自己沒名氣還不讓人說了，我有名氣那是我自己努力。你堂堂皇子混成個18線，你還好意思跟我嚷嚷？剛剛我在蘭台宮還見着了八殿下，要不怎麼說這人與人之間的差距真是特別大呢？你說都是同一個娘生的，人家八殿下怎麼就那麼招人喜歡，那麼吃得開呢？你看看人家八殿下，再看看你，你說你怎么就這麼招人討厭呢？人家都能自己寫書了，收穫了一大堆讀者，人人都稱讚他才高八斗，我怎麼就沒聽到有人誇三殿下你呢？就連你的生母貴妃娘娘張口閉口提到的也都是八殿下，從來沒提過你。你說你這人生怎麼就這麼失敗呢？你糟不糟心啊？啊？怎麼樣？被我說中了是不是？就是從小缺愛才造就了你這種暴虐的性格。大人都喜歡乖乖的小孩，你得不到寵愛，自己就沒反省一下嗎？你還掐我，我是你弟妹，你居然好意思掐我！男女授受不親，你摸我脖子幹什麼？三殿下，你脾气不好，人品還不端正。你說當初父皇怎麼沒把你噗呲牆上？救命啊！三殿下要殺人了！三殿下，貴妃娘娘對你不好，你就去找貴妃娘娘評理。你要是吃八殿下的醋，你就去找八殿下討說法。你不能因為在我這裡看到了八殿下寫的書，你就因妒生恨啊！救命啊！接着喊，剛才我怎麼說的你就怎麼喊。王妃啊，你怎麼這麼倒霉呀？三殿下妒忌八寶甲多得寵愛，這事兒怎麼就把您給剮上了呀？八殿下也是的，非得給您見面禮，你好心好意收了這本書，沒想到差點害死自己。三殿下您怎麼能這樣呢？她可是您的弟妹呀！我家七少爺好好在府裡躺着與世無爭，他已經夠可憐了，好不容易娶個王妃，您居然還要掐他！您不給弟妹見面也就罷了，我們不差你那三瓜兩棗的，但你也不能把心裡的火氣見着誰就往誰身上發呀！我家王妃好慘啊！三殿下想殺死我！就因為我說貴妃娘娘看起來比較疼愛八殿下，你們幫忙，告訴八殿下快跑，完了可能就没命了。你幹什麼？你別走，八殿說是个好人，我不能讓你去找他。我知道你妒忌他，但你們親兄弟虎毒還不食子呢。要是你不聽勸，貴妃娘娘是不會原諒你的。你在胡說些什麼？放手！我不放，我爛命一條，死了也沒關係。但八皇子是個好人，貴妃娘娘也是好人，我不能讓你去害他們。三哥，你……墨兒，你先走，本宮倒是要看看他敢不敢動你。那儿臣就先出宮了。你還有沒有人性啊？他是你親弟弟！孽障！有本事
你把本宫也給殺了。我沒事，是我自己不小心。你弟弟受了這樣的委屈，還在替你說話，可是你這個當哥哥的呢？你都做了些什麼？你走你的，他要是再敢動手，本宮今日就砍了這個孽障。你說的对，本王是恨弟弟和母妃。你不殺他們，仅仅是因為父皇不會放過你嗎？对，仅僅是因為這個，本王對他二人沒有一絲親情可言。抱歉，弟妹，本王會補償你。攔住他，千萬不能讓他去傷害八殿下。對不住你，斑斑，你快去追上墨兒，讓他送送你。今日讓你受驚了，回頭本宮一定給你送一份押金禮到府上。我摔的那一下，是你扎我对不对？沒有。可是我都看見了。哦。你為何扎我？為何陷害我三哥？你是瞎嗎？看不到我差點被他掐死了。我跟你說，我這個人就是有這種美好的品德，我從來不記仇，一般有仇我當場就報了。那你也不能拿我扯謊。要不然呢？那人是你親哥，你真的覺得自己在這件事情當中沒有責任嗎？而且我之所以被掐，也確實是因為我提了一句你也在蘭台宮，他才發瘋似的掐我。歸根點底，這是你們之間的恩怨，卻平白的讓我受了這場無妄之災，這賬怎麼算？是我對不住七嫂，那就想辦法補償吧。如何補償？对了，我今日進宮時看到小舅母了，聽說你坑了葉府100萬兩銀票，真的假的？你又賣他什麼了？什麼叫我坑了葉府银子？那原本就是葉府應該給我的。你小舅母又不傻，如果不是應該給的，她能讓我把银票拿走嗎？何況還有你母妃在呢。你母妃夠不夠精明，你還不知道？要不你陪我办件事吧？好好好。你要辦什麼事兒？買東西嗎？是要買點東西，但也不是我自己要買，是想幫着岳家買點。幫岳家買？為什麼要幫岳家買東西？誰讓你幫着買的？沒有人讓我幫着買，是我自己想買。那畢竟是我的娘家，岳府裡住着我的祖母和我的父親，就算我跟姐姐不和睦，也不能對長輩不好。親人長輩還是要孝敬的。那你覺得應該怎麼個孝敬法？我給他們買點東西吧。我父親最近腦子不好，總忘事，需要補補。還有祖母上了年紀了，平日裡更需要多多進補。安遠侯病了？也不算是病了，就是記性差，總忘事兒。那是得多多警補。就買些補品吧，什麼1000年的人參、10000年的靈芝，這些都在補品的範圍內，都得買。那得多少錢啊？宮裡也沒聽說有10000年的靈芝啊，你是不是整錯了？沒錯啊，有10000年的靈芝啊，不信你回去問問貴妃娘娘。你就說聽我說的，這世上有10000年的靈芝，你看貴妃娘娘怎麼說？你到底怎麼想的？總不能才從蘭台宮坑了银子出來，轉手又送到岳府去吧？平時沒看出來你們還有這種父慈子孝的戲碼啊？那今日就給你開開眼，不能只七殿下一個人享受，我爹可是安遠侯，身份也尊貴着呢，必須一起享受。誰出錢？這個嘛，我覺得是這樣的。一般來說，家中長輩對小輩都是十分關愛的，內心裡盼望着小輩們快快長大，懂事聽話。如果小輩們給長輩買了什麼東西，長輩也是他一時開心心的收下，但其實銀子還是家裡出。你們家用一般來說這個詞兒管用嗎？怎麼不管用呢？我爹也是爹，为什麼一时痛快創造出來的？德全，你是不是挑撥離間？你是不是見不得我跟我爹父慈女孝？1000年的人參，10000年的靈芝，最好的鹿茸，最貴的蟲草。不知夫人，這位是八殿下。那些東西是殿下要買的嗎？是。沒有啊，這世道都不知道有沒有萬載，哪來的10000年靈芝啊？1000年的老參倒是聽說過，可那玩意兒都在太醫院呢。外頭想遇着那得碰，不是說買就買的。要不上太醫院問問去？做生意嘛，要學會變通。人參他又不會說話，你把100年的人參說成是1000年的，難不成他還能自己檢舉自己？同樣，100年的靈芝，你說它長了10000年，他也不能把自己給揭發了。造假呀！可是那也不100年的人參跟1000年的人參，它長得不一樣啊，從鬚子就能看出來，差太多了。那20歲的人還有長得跟10歲的孩童一樣高的呢，怎麼說？再者，短小才夠精悍，濃縮的都是精品，這個道理我希望你能明白。
那你们的意思是？把我单子上列着这些个东西备齐就行，年份什么的那都不重要。算钱吧。50两。25两。40两。15两。就25两，不能再少了。成交。这些东西的实际年份，希望你能保密。那如果当真按照我单子上写的年份来配这些药材，那得花多少银子啊？万年的灵芝肯定是没有了，但就一颗1000年的老参就得20万两往上。一会儿你帮我把这些东西送到岳府去，把这单子也送去，然后跟他们收200万两银票，就说是买这些东西的钱。对了，告訴我父親不用多給，女兒離家多年，承蒙父親回京就嫁了人，不能在他跟前盡孝，對此我已經很愧疚了，不能再多要父親的銀子，東西多少錢就是多少錢，這是我的一片心意。真管安遠侯府要銀子？可是為什麼讓我去要？那你是幹什麼來了？不是因為三殿下的事兒要對我進行一定的補償嗎？我一不要你，二不要你命，就讓你去送個東西，怎麼還不樂意似的呢？你看看我脖子，我都被你哥掐成什麼樣了，連你母妃都說明日給我送押金禮，合着你是一點表示不想有啊？你將來可是要一書成名的人，到時候你讓你的讀者、你的粉絲們怎麼看你？別聽李王妃的，她忽悠您呢。她就是想借您的手把那200萬兩銀子弄到手，因為您送去岳府的東西，安遠侯不敢不要。是啊，我知道是這個道理啊，我又不傻。那您怎麼還上這個當呢？這不叫上當，三哥確實掐了他，他脖子到現在還紅着呢。那也應該是三殿下補償他，關您什麼事兒啊？他是因為我才被掐的。你不懂，七嫂說的對，腦子是個好東西，我們得有一個，而且那東西是日用品，不是裝飾品，不但得有，還得用。你好好想想，到底有沒有偷偷派人教了岳斑斑10幾年？我反正是打死都不信，在沒有人教導的情況下，岳斑斑能成長成如今這般，不但寫得一手好字，這都敢騙這麼一大筆銀子了。葉貴妃是什麼人啊？多少年了，葉家一直屹立不倒，她的城府你是猜不透的，也不知道你是哪來的膽子，敢去蘭台宮詐劍。我沒詐劍，我的花果茶功效本來就好，葉貴妃都認為它值那麼多錢。你還說葉貴妃到底為什麼認為它值那麼多錢？你自己心裡沒數嗎？你跟人家說什麼了？說你的花果茶能幹什麼了？殿下，太離譜了！他跟貴妃娘娘說那花果茶喝了之後可以再延更10年。延更是什麼意思？殿下懂嗎？就是本王懂。他本來就可以延更10年，不信你活10年看看，活久見。不管怎麼說，府上的外債算是平了，騙來這麼多銀子，不但能把外債還清，還能剩下1多半，咱們還是賺了的。你什麼意思？讓我用我賺來的錢去平李王府從前的賬？憑什麼？那是我沒嫁進來之前欠下的賬，你們自己管不好家裡的賬，我還沒說什麼呢。現在竟想用我賺來的銀子去還過去的錢，你怎麼想的？不是，你怎麼想的？你去蘭台宮騙錢，難道不是為了還賬嗎？不是啊，我就單純的是為了賺錢啊。那以前的賬可怎麼辦？你想辦法啊！難道你身為離王府的總管太監，自家賬面上出現了那麼大的漏洞，你覺得自己一點責任都沒有嗎？你管着離王府這麼多年，整出來這麼多爛攤子，現在就指望我一個夏小姑娘來給你收拾，你好意思嗎？不要總拿七殿下病着當借口，你由着罪他們做假賬，把離王府給整得欠一屁股債，現在還想用我賺的銀子還你欠下的錢，你是不是覺得我傻？不必說了，下去。你站那麼遠做甚？走近一些，我還能吃了你不成？再近一些。現在你知道怕了，在蘭台宮胡說八道，你怎麼不知道害怕呢？我沒有
胡說八道，花果茶是真的。就算是真的，你可知与叶贵妃谋这些事情，一个不小心就有性命之忧。不会，叶贵妃要维持表面的平和，而且我说话做事也很小心，不会真正触及她的底线的。只要你病着，她最多把我当成一个貪財的小孩，不会真把我怎麼樣。他掐你脖子的時候，你怕不怕？月斑斑，你過來。你還生氣嗎？先過來。怕了？不是怕宮裡那些事，是怕你一直生氣不好哄。你還能怕我生氣？打從進了這座王府，你怕過誰？我在這府裡又沒有個說話的人，你生氣了我更無聊了。你可以進宮找葉貴妃說話，找父皇喝酒，還可以找我那八弟上街騙人。我不願意出去，能不出門我肯定是不想出門的，這不是沒有辦法嗎？剛剛我說的話也是氣話，騙來不是賺來，畢竟無債一身輕的道理我懂。不用你去還，那些債就算不還，也沒有人敢上離王府來要。就當去串個親戚嘛，我也沒覺得去蘭台宮住一晚需要多大的膽。你不是一直想在這王府裡混吃等死嗎？為何現在積極了起來？貧窮使人進步。嫌本王窮，怕本王養不起你。不是，別生氣了，下次不敢了。我其實也是試探，如果貴妃娘娘十分謹慎，我肯定就不往下進行了。但是她看起來不太聰明的樣子。不是生你的氣，是怕你一個不小心送了性命罷了。疼不疼？當時有點疼，現在已經不疼了。回頭我塗點藥膏，明天早上就好。你真的不用替我擔心。她掐我脖子的時候，我手上就夾了針，她掐得狠了，我就用針扎她，她一下就鬆手了。月斑斑，但凡知道你出去能做這麼多事情，我寧願把你留在這府裡，哪兒都別去了。真的嗎？真的嗎？我真的可以哪兒都不用去了，太好了，江崇華，你一定要記住你剛剛說過的話，以後誰再想讓我出府，你就把這句話跟他們說。江崇華，你不要生氣了好不好？我保證就這一次，以後我再也不進宮折騰了。說到做到，一定做到。這些年我身邊冷冷清清，除了德全就還是德全，連府中那些下人都甚少進到這屋裡來。他們覺得我這屋子晦氣，怕我的病氣過給他們，不得不進來時也是匆匆的來，匆匆的走。我其實也不喜歡人睡下去，第二天就不用睜開眼睛了。像我這樣的人不會有真正在意的。怎麼可能？至少瑾妃娘娘一定會在意。這麼多年了，大家都習慣了。江崇華，我是幫親不幫理的，我先欺負你，就想替你欺負回來。你長得這麼好看，我早晚把你這個瓜給扭下來啃兩口。姑娘先坐着喝盞茶，稍等一會兒，我們王妃很快就會出來的。今日穿戴挺樸素啊。不做了，宮中還有事。這些東西公公拿好，我這就回去了。跑得老快了，一聽說王妃要來，撒丫子就跑，攆都攆不上。你這樣子像是新官人撿繡球，得意全寫臉上了。月斑斑，你放過七殿下吧。你管我啊？不是你說的，不好用。他會行的。聽說王妃從小是跟着您長大的，老姐姐能把王妃培養得這麼好，真的是人才呀！咱們今後一定多跟着老姐姐學習，爭取早日能替老姐姐和王妃分憂。對，老姐姐以後有什麼活盡管吱聲。我們在這府裡待的年頭多了，哪兒都熟，老姐姐跟咱們不用客氣。咱們以後還指望老姐姐多多提攜呢。我不是問你們多要東西啊，我就是說，你們替葉貴妃辦事這麼多年，用的怎麼還是銀首飾？貴妃娘娘那裡給的錢不多嗎？1個月2兩銀子，比宮裡的老宮女還少。這麼少？我如今都漲到了1個月5兩，你們才2兩。不對，離王府的賬幔上給你們的月錢是1個月20兩。怎麼可能？我們每個月只能拿到2兩銀子，有的時候還不給。沒辦法，身契在人家手裡還是死契。那另外的18兩可能就被人私吞了，也不知道是誰吞的。按說貴妃娘娘也不差這點銀子，不過如果人人都如此，那加起來可就多了啊。是不是昨天買那些補品的事兒穿幫了？岳府居然派人來請你回去。要去嗎？去吧，他們都派人來請了，不去像我怕了他們似的。會不會是想把昨天那200萬兩銀票要回去？
那不是他们给八殿下的吗？八殿下都花完了。八殿下怎么花完了？不是转身就给你送来了吗？对啊，就是搁我这儿花了呀。我陪你去。不用不用。月斑斑，你把手给我撒開！我一直是撒開的呀，可是你家殿下非要牽着。按說成婚第3日就該隨你一同回岳府用歸寧宴，但當時本王身體不太好，這事兒就耽擱了。眼下雖然也不太好，但也不至於差到原先那種程度。你去皇宮鬧，尚且有母後能替你擋一擋，但是岳府不行，本王實在不放心你一個人。您就別去了，外頭風涼，岳府人心更涼。再說王妃這個性子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可能吃虧嗎？就是因為知道她不可能吃虧，所以才要跟着。她都不會吃虧，您到底在擔心什麼？我擔心她把月景瑩給坑死。幹什麼幹什麼？你要幹什麼？王爺，請。父親最近日子過得好嗎？大夫人有沒有打你？你把嘴給我閉上。好，父親不讓我說，那我就什麼都不說。反正那些事你知我知，本就是不該讓更多人知道的。女兒已經不能在父親跟前盡孝，就更不能給父親麻煩了。父親慢些，女兒扶你。你又在胡扯什麼？是您請我們王妃回府的，王妃一直在好好的與您說話，在討好您，可您為何這般粗魯，竟對自己的女兒下如此毒手？我們王妃金貴着呢，皇上和皇後娘娘都捨不得推來推去的。侯爺是不是覺得自己的地位凌駕於皇上皇後之上啊？別這樣，別這樣，你們怎麼可以這樣說我父親？我父親養這一大家子容易嗎？看看這一家子人穿金戴銀的，哪樣不是吸我父親的血？我父親老了，血都被他們給吸薄了。你們不心疼我還心疼呢，不要罵我父親了。斑斑，過來。